1月29号，就在我们准备开开心心过大年的时候 ，FIA 宣布了对于去年阿布扎比站最后2圈安全车闹剧调查的最新进展。他们表示，这件事还在调查之中，尚未得出任何结论，请大家稍安勿躁。我们会在2月14号情人节这天把详尽的分析结果交给 F1 委员会，然后在3月18号新赛季巴林站周5练习赛之前，就会得到世界汽车运动理事会的批准了。这样可谓一举两得，既能在休赛期不间断地把 F1 的热度炒起来，又能把2021和22赛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愿称之为营销小天才。而这一消息的突然发布，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即将在2月3号举办的世界汽车运动理事会会议。尽管 FIA 向外界澄清，这次会议只会围绕从让·托德过渡到新任国际汽联主席穆罕默德·本·苏拉耶姆的过程中产生的预算问题所展开，但各大媒体还是纷纷猜测，这场会议会决定 F1 赛事总监迈克尔·马西的未来。同时 FIA 负责赛车运动的秘书彼得·拜尔似乎在暗示迈克尔·马西在位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表示，马西在2021年的工作做得很不错，但是不排除会有一位新的赛事总监继任。我所做的只有建议 FIA 留住马西的职位，或许2021年一切都要等到2022赛季正式开始的那一天才会尘埃落定，到时候就看谁会打自己的脸了。然而，如果阿布扎比最后一圈的情况发生在17年前，那么或许如此闹剧的一幕根本不会出现。与现在 F1 进站只允许换胎不允许加油的情况截然相反，2005年的 F1 在排位赛和正赛中都只能使用一套轮胎，换句话说就是只允许加油不允许换胎。如果去年收官战依然是这样的规则，那么梅奔只会跑得更远，完全轮不到维斯塔潘用软了2档的全新轮胎去冲击汉密尔顿。当然，跨越如此大的时间维度进行对比是完全不具有参考价值的。时代在发展，规则在进步，作为观众来说，做这样的假设进行对比无非就是图个乐罢了。那么为什么当时不允许换胎呢？ FIA 给出了一个万能理由，出于安全考虑。但 Kimi、埃尔文和老维斯塔潘表示，明明加油更危险好吗？ FIA 希望车手们可以选择更硬、抓地力更小的轮胎来降低过弯的速度，以保证安全，除非遇到爆胎以及天气情况变化，否则不允许换胎。但其中的潜台词似乎很明显，那就是要阻止迈克尔·舒马赫拿到第8座世界冠军，来维持 F1 的收视率和商业价值。这一决策也导致了使用普利司通轮胎的法拉利竞争力下滑，和其他使用普利司通轮胎的2支车队一起被其余7支使用更持久的米其林轮胎的车队围攻。但是事情的走向却和 FIA 的意愿完全相反。2005年的欧洲大奖赛 Kimi 的右前轮磨损严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平斑，但是面对身后不断追进的阿隆索， Kimi 只有继续在场上坚持下去才能获得胜利。戏剧性的一幕在比赛最后一圈出现了， Kimi 的轮胎磨损给赛车的右前悬挂和车身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最终右前悬挂在最后一圈不堪重压直接断裂。 Kimi 的赛车在失控后还险些带走了身前的简森巴顿。这场危险的事故让 FIA 对换胎规则有所放松，在和所有车队领队商讨过后，新的规则是如果比赛中只换1次轮胎，那么车队将不会受罚。这一年的轮胎规则也导致了2005年美国站的轮胎闹剧。当时丰田车队的拉尔夫·舒马赫在第2节练习赛中左后轮爆胎，直撞向了13号弯的护墙。所幸护墙经过了完善，吸收了部分冲击力，拉尔夫没有大碍。很巧的是，随后顶替拉尔夫·舒马赫上场的里卡多·宗塔在同一节练习赛中同样遭遇了左后轮爆胎，这让米其林感到了一丝不对劲。印第安纳波利斯赛道的13号弯是个极其危险的弯角，因为没有缓冲区，所以高速行驶的赛车一旦发生事故撞上护墙，就很容易对车手造成生命危险。参考2004年拉尔夫·舒马赫在同样位置的事故，当时他承受了78个 G 的冲击力，陷入昏迷，脊柱2处轻微骨折，并缺席了接下来的6场比赛。2005年的印第安纳波利斯赛道在前一年重新铺设了沥青，而且还不是测试 F1 赛车所用到的赛道，所以米其林缺乏测试数据，在对自家轮胎进行检测后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普利司通却通过已经被他们收购的火石轮胎在 IndyCar 赛场上获得了大量数据，所以他们可以提供能够跑完1整场的轮胎。反过来再看米其林这边，他们表示13号弯给轮胎带来的巨大压力会让米其林轮胎撑不过10圈，每个周末只能使用4套干胎的规定和物流问题也无法让米其林及时提供更多的轮胎。
由于最终使用米其林轮胎的7支车队和 FIA 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均不被对方所接受，所以在暖胎圈后，7支使用米其林轮胎的车队直接进站退赛。只有6台赛车起跑的美国大奖赛也成为了 F1 历史上最大的丑闻闹剧之一。Who knows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US Grand Prix? It's the strangest race ever, and it gets underway now. Predictably, Michael Schumacher leads away from Rubens Barrichello, but 2 Jordans are going to make a bit of a battle with them. 2006年，对于换胎的限制被取消，布里斯通不用再面对米其林的围攻之势。米其林也在2006赛季后，因为与赛事的未来规划无法达成一致而退出 F1。这项只存在了1年的换胎规则位于本期打脸榜单的第1位。除了修改轮胎规则 ，FIA 还做了什么来试图打破法拉利的统治呢？答案是修改排位赛规则。2003年 ，FIA 放弃了自1996年就开始使用的1小时12圈排位赛规则，而采用了一种单圈定胜负的赛制。每支车队的2台赛车都会在2节排位赛各自跑上仅1圈。所有车队 Q1 的成绩倒序则是 Q2 的出场顺序，而 Q1 的出场顺序在2003年由车手在积分榜上位置的正序决定，2004年则由前一场比赛排名的倒序决定。这样既保证了比赛的悬念，又让小车队有了足够的镜头，可谓一举两得。但是时任 F1 掌门人伯尼认为这种排位赛机制缺乏娱乐性，于是便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案，那就是在周6下午举行第1节排位赛，所有车队在20分钟内轻油做出 Q1 的成绩；周日上午则举行第2节排位赛，所有车队必须用下午正在起步时的油量做出 Q2 的成绩 ，Q1 和 Q2 的成绩加和便是最终的总成绩。也就是说，单圈排位赛制没有改变，而是修改了对赛油量的要求和最终成绩的计算方式。这样的排位赛制给车队的策略组带来了考验。周日的 Q2 究竟是用轻油做出成绩抢占前排的发车位置，还是用重油做成绩来保证正赛中占据策略上的优势呢？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2005年的揭幕战澳大利亚 Q1 阶段突如其来的大雨给了新排位赛规则当头一棒，费斯切拉排在第12位出场，恰好赶在下雨前做出了全场最快的成绩，但第13位出场的马萨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准备做出排位赛成绩的时候正好下大雨了，所以他唯一能做出 Q1 成绩的一圈就这么被毁掉了，只能小心翼翼地开回了维修区，途中还被第14位出场冒险搭载半雨胎的舒马赫超过，接下来的车手们也无一幸免，他们的成绩都要比费斯切拉慢得多。这样一来，周日上午排位赛 Q2 的成绩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因为雨胎所做出的成绩落后干胎太多，很多车手只是象征性的低速巡航了一圈，舒马赫更是在 Q1 落后费斯切拉25秒 ，Q2 根本没出场。那既然在雨天这种排位赛成绩加和赛制表现糟糕，那么晴天如何呢？马来西亚站，丰田车队的特鲁利在 Q1 搭载轻油险些击败当年的世界冠军阿隆索，但搭载重油的 Q2 便立刻被阿隆索抛开。西班牙站，马克韦伯则在 Q2 用轻油策略成功从第5来到第2。很显然，排位赛已经不是速度的争夺了，而是车队之间载油量的较量，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周6的排位赛 Q1 没人看了，反而 Q2 才是决定性的。那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看 Q1 呢？于是伯尼又亲手抛弃了自己制定的排位赛成绩加和赛制。2005年剩余的比赛则只在周6用比赛起步所使用的油量跑1节排位赛，单圈定胜负。这个只存在了6场大奖赛的赛制排在本期打脸榜单的第2位。同样是修改排位赛规则，同样是为了让排位赛更精彩。2016年，在揭幕战澳大利亚站开赛前不到1个月 ，FIA 引进了排位赛大逃杀机制。简单来说，就是 Q1 总共跑16分钟，起表7分钟后淘汰最慢的赛车，之后每90秒再淘汰1辆。最后剩下15辆赛车进入 Q2， 而 Q2 则是跑15分钟，6分钟之后每90秒淘汰最慢的赛车，剩余8辆赛车进入 Q3， 最后的 Q3 跑14分钟，5分钟之后每90秒淘汰最慢的赛车，最后留在场上的赛车取得杆位，其实就是毒圈慢慢缩小的过程。不过由于这个赛制在2016赛季开赛前不到1个月才被提出，所以给各支车队的准备时间少之又少。而且受限于技术上的障碍以及法拉利的阻挠，3月10号，也就是开赛前9天，这个赛制才被最终确定下来。当时就有不少人指出，这种赛制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让排位赛变得异常无聊。至于是不是这样呢？我放几段排位赛片段你就明白了。Helmet off, cap on, he's out of the garage and off to speak to the media as the clock ticks down the main straight there, Valtteri Bottas, and he doesn't improve on his time. We are not planning to
这排位赛最后几分钟不应该是大家纷纷涌入赛道排队冲刺最后一圈吗？这怎么比赛还剩3分钟，赛道上就已经没人了？维特尔、罗斯伯格和汉密尔顿全都不在赛车里， T2 里面工程师和车手的激情庆祝也没有了，杆位则是在车库里而不是在赛道上决定了。周日正赛的早上，所有车队一致投票决定在下一轮8连战恢复到原来的3节排位赛淘汰赛制，就连伯尼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但是 FIA 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于是在巴林又一场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排位赛结束后， FIA 终于决定取消大逃杀赛制。但是他们又提出了把车手最快2圈加和作为总成绩的新规则，11支车队不约而同的再一次共同进行了抵制。车队能有什么坏心眼呢？他们只想回到原来的3节排位赛淘汰制罢了。这个只存在了2场的大逃杀排位赛制度排在本期打脸榜单的第3位。混动时代 FIA 还在赛制上整过什么活呢？那就不得不提到2014年的收官战双倍积分。伯尼原本的想法是赛季最后3站都采用双倍积分制度，也就是说第1名不再只能获得25分，而是能得到50分，第2名从18分变成36分，以此类推。但为什么最后3站都要双倍积分呢？伯尼的计划是限制维特尔，因为他在2010到2013年取得了4连冠，2011年提前4站夺冠，2013年则是提前3站夺冠。为了让冠军竞争格局更激烈，所以才打算在最后3站都使用双倍积分制。最终伯尼和各支车队进行了妥协，只在最后一站采用双倍积分制。但事实上，从 F1 举办的第1年1950年开始到2014年截止，有28个赛季都是最后一站才决出总冠军，包括2014年，将近占了总赛季数的一半。而且作为混动时代元年，红牛的统治力的确不在了，但是新的火星车梅赛德斯诞生了。在最后一站之前，汉密尔顿积334分排在第1，罗斯伯格积317分紧随其后，而第3名的里卡多落后罗斯伯格103分，丝毫威胁不到梅赛德斯，争冠格局也变成了梅奔车手的内斗。在原本的积分系统下，汉密尔顿只需要取得第6名便可以夺得年度总冠军，而双倍积分制就要求他必须拿下冠军或者亚军。排位赛中，罗斯伯格取得杆位，比赛的悬念依旧很大，但汉密尔顿的起跑有如神助，从罗斯伯格手中轻松夺走了领跑位置。倒霉的罗斯伯格在第25圈被车队告知动能回收系统故障，只获得第14名。最终汉密尔顿夺冠，威廉姆斯自2005年摩纳哥站后首次双车登台，双倍积分制丝毫没起作用，而且双倍积分对于领先车手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落后的车手完全可以1场追2场的分数，就连受益者罗斯伯格都不喜欢这个赛制，他表示这会让冠军的走向有人为控制的因素在里面。最终这个丝毫没起作用的赛制仅仅存在了1场便被取消，排在本期打脸榜单的第4位。上面说的都是存在过的赛制，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赛制连登场的机会都没有。在2014年 FIA 不光提出了双倍积分制，还准备在下一年玩个新花样。2014年6月 FIA 宣布在2015赛季将会在安全车重启比赛后采用 Standing Start 静态发车，取代以往的 Rolling Start 动态发车。但如果安全车出现在比赛开始的2圈内，或者距离结束少于5圈时，再或者天气情况糟糕，那么比赛将依然以动态发车重新起步。FIA 制定这项规则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为了让比赛重启变得更加精彩，让车手们更加激烈的争夺位置。但是这个决定在仔细分析过后是弊大于利的，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被考虑进去，比如说套圈车的问题。F1 规则手册中规定，最后一辆套圈车超过领跑赛车后，安全车就会在下一圈进站。但为了让套圈车能及时跟上车阵，也为了保证非套圈车不会在停车格上停太长的时间，赛会必须要把握好发布解套指令的时机，以及控制安全车速度。这必定是一个复杂而冗长的过程，对暖胎也不是什么好事。其次，静态重启比赛对领先车手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不论1秒还是1圈的优势都会瞬间化为乌有。动态重启还可以压一压车，但静态重启所面临的丢掉位置的风险就要高很多，比赛前期的努力就白费了。第三，安全车期间必然有为了守住位置而不换胎的赛车，如果用一套旧胎起跑，不光会面临丢失位置的风险，还会面临安全隐患，因为旧轮胎的加热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到，那所有车队都进站换胎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为什么不直接出示红旗呢？以后赛道发生事故直接红旗清理赛道，然后静态重启，安全车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呀。
最终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安全车后静态发车的规则被废除，这项从来没有被实施过的规则排在本期打脸榜单第5位。其实自混动时代以来 ，FIA 就有意希望各支车队的车手可以自己开自己的车，而不是让车队告诉你怎么开车。但是规则刚刚进行大改，车手们都要重新适应，所以在2014年 FIA 并没有干预车队与车手的通话。不过2015年 FIA 宣布，在2016赛季，车队将被禁止在车队语音中为车手提供技术性的指挥，只允许提供圈速、轮胎情况这样的比赛信息。这就意味着连调方向盘设定这种对话也不能在 TR 中出现，否则就要受到10秒罚时。对此，马泽平表示很赞呢。Copy that, Maz. If you can move MFA to position C and then select 85 on the dash. Repeat number again. Which number? 85. I cannot do it, man. You're having a fucking laugh. I'm in mono. 虽然赛季前这项规定受到了 Toto Wolff 的大力支持，但是负面效果来的也很快。阿塞拜疆站，汉密尔顿和 Kimi 都遭遇了引擎问题，但是车队无法告知他们如何通过更改引擎设定来解决问题，这让我们有幸又听到了 Kimi 在 TR 中的怒吼。Is it the same like last race, let's say? I can't answer, Kimi. I can't answer, I'm sorry. You sure you can say yes or no? Kimi, can't. 老汉在 TR 中更是无奈。But I might not finish this race because I'm going to try and change everything. We don't advise that, Lewis. 1个月后的英国站，罗斯伯格的工程师在 TR 中告诉他如何修复变速箱问题，而被罚时10秒。Driver default 101. Chassis default 01. Chassis default 01. 最终来到维斯塔潘身后位列第3。紧接下来的匈牙利站，巴顿成了这项规定的终结者。他的液压系统在比赛中出现了问题，导致刹车无法正常运作。按照规定，如果车队要对车手提供技术性指导，那么车手必须要回到维修区才可以。所以工程师在 TR 中告诉巴顿如何在刹车故障的情况下安全返回维修区，成功避免了事故的发生。但随后赛会给了巴顿通过维修区的处罚。The brake pedal going to the floor isn't classed as a safety issue. That's quite interesting. I think someone needs to read up on what is safe and what isn't. 原因是巴顿返回维修区时按照工程师的指导更改了方向盘设置。赛后巴顿直言车队通话的禁令就是笑话，车队让他避免了事故，这本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但却因为动了方向盘设定这种荒谬的原因而受到了处罚。他的言论也得到了阿隆索和维特尔的大力支持，伯尼和 FIA 也终于采取措施了。在匈牙利站后，车队语音的禁令被解除，车队可以像以往一样为车手提供技术性建议，但在哪里刹车、用几档过弯这样的建议依然不可以在 TR 中出现。不过，伯尼和 FIA 表示，解除 TR 禁令并不是为了 F1 这项运动着想，而是有利于收视率的提高。这项持续了大半个赛季的禁令位于打脸榜单的第6位。榜单的最后一位是看起来最没用的一项规定。混动时代以来 ，FIA 就搞了不少幺蛾子，小事儿也不例外。2015年起，为了让车手在场上更有辨识度 ，FIA 规定车手们在一个赛季中只允许更换1次头盔涂装设计。这项规定看起来和双倍积分赛制一样，也是针对维特尔的，因为他很喜欢在每次获得分站冠军后改变自己的头盔设计。但是在有 Halo 的情况下，车号和 T 字架的颜色明显要比头盔更有辨识度。这项规定的争议在2019年俄罗斯站爆发了，赛会拒绝科维亚特在自己的主场使用特殊头盔涂装，因为在2站前的意大利他已经用过了新设计。但科维亚特表示自己根本不了解这项毫无用处的规定。头盔小王子维特尔也立刻站出来声援，但实际上维特尔自己根本没有遵守这项规定。2019年他的头盔涂装有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这项最没用的头盔涂装禁令在2020年被废除，也顺理成章地排在打脸榜单的最后一位。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话不妨点赞关注，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不要忘了点击预约按钮。我是小诗，这里是老梗头的频道，我们下期经典回顾不见不散。